患者三头半兽人，缝合失败死亡，枕巾白猫一只。患者裂口女露西亚，断骨重接。枕巾来自裂口女的一夜陪侍，已言辞拒绝，赊欠150铜币。患者人鱼小姐塞拉菲娜，皮肤移植，枕巾人鱼的初夜待结算。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我看着这本离谱的手术记录册，冷汗直冒。我叫夏洛克，前世是个卷到猝死的畜牧场兽医兼绝育大师，一睁眼却穿越到了这个巨龙、恶魔、吸血鬼与人类共存的地下城深渊。与毗邻的自由之城卡尔瓦相比，地下之城深渊是无序、混乱的代名词。黑帮家族压榨平民，城以魔药盛行，罪犯、魔物、缝合怪在阴影中潜伏，魅魔当街招揽生意。原主本是医学院之光，4阶治疗系高级魔法师，妥妥的天之骄子。结果因为力推外科手术，被传统教会打成卑劣屠夫。短短1个月，他被医师协会除名，废除魔法修为，被未婚妻退婚，最后像条狗一样被流放到了这混乱无序的深渊，开了这家私人黑诊所。听起来是个美强惨的逆袭剧本。放屁！因为我穿越过来后，惊恐地发现，原主关于医术和药剂的记忆全他妈缺失了，派我一个给住阉割，给猫绝育的兽医，让我给天天在街头火拼的魔物和缝合怪做手术，那不真成医学屠夫了吗？我掌着灯，绝望地打量着这家诊所，与其说是治病的地方，不如说是犯罪现场。推开手术室的门，一股药水都掩盖不住的腐臭味扑面而来，墙上全是喷溅状的血迹，生锈的锯子上甚至还挂着肉末。外面的柜台下，几十个玻璃罐里用蓝色药水泡着眼珠、手指。角落里那个罐子泡着的黑色心脏赫然还在跳动，这些都是死在手术台上的患者留下的抵押物。一声低吼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柜台上蹲着一只蓝金鸳鸯眼的白色狮子猫，正弓着背冲我龇牙。这就是那个死在手术台上的三头半兽人支付给我的枕巾。别紧张，我不吃你，我还指望你帮忙抓老鼠呢。白猫看看鱼竿，又看看我，似乎陷入了两难。就在这时，急促的敲门声催命般响起。白猫吓得叼起小鱼竿，嗖的一下瘸着腿钻进了柜底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拉开那扇厚重的木门。门外的浓雾中站着一个尤物，银发及腰，粉嫩的胡耳从发间钻出，黑丝绒暗纹长裙紧裹着玲珑曲线，银纹收腰勾勒腰肢，尽显曼妙神姿。这是个要命的妖精，也是我绝对惹不起的债主伊芙琳夫人。我挤出一个僵硬的微笑。您怎么这么早？今天是交租日，夏洛克医生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女人那双勾人的狐狸眼笑盈盈地盯着我。我最近刚进了一批药材，手头有些紧。没钱？伊芙琳夫人脸上的笑意愈发浓烈，红唇轻启。在深渊，不按时交租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。话音刚落，轰的一声巨响，街对面的裁缝铺被一脚踹碎，一个3米高的岩石巨魔单手拖着矮小瘦弱的哥布林走了出来。3天又3天，有钱喝酒没钱交租，穷鬼就该丢去荒野喂狗。伴随着骨头碎裂的脆响和凄厉的惨叫，血水瞬间溅出3米远。前一秒还在讨饶的哥布林，下一秒已经成了一滩肉泥。我眼角狂抽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巨魔转过头，原本残暴的目光在触及到我面前的女人时，瞬间化为恐惧。他猛地鞠躬：“伊芙琳夫人，打扰您了。”说罢，拎起肉泥头也不回的狂奔逃命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冷汗湿透了后背。只靠站在门外就能吓跑当街杀人的巨魔，我这房东太太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看，真的很严重的哦。伊芙琳夫人掩嘴轻笑，她上前一步，带着某种致命的甜香逼近我，修长的手指若有若无地划过我的胸口，语气玩味：“既然没钱交租，那就收点其他东西吧。夏洛克，你觉得你身上什么东西能让我满意呢？”就在我以为今天不仅要嘎腰子，还要交代在这里的时候，叮！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突然在我脑海中炸开。伊芙琳向你发布任务，选择一样物品取悦并满足对方。任务奖励：房租宽限3日，铜币加100，好感度加10。任务失败，失去身体的某一部分，是否接受？我看着伊芙琳夫人头顶冒出的金色问号，再看看她那双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的眼睛。等等，系统，你说的这个满足，它正经吗？医
生救我！我老婆出轨，我去抓奸，反被他看成这样。上集说到，致命房东太太伊芙琳找我催租，她舔着红唇，手里多了一把雪白的古刀。没钱？你这手指挺好看，刚好切下来做灯座。我冷汗狂流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一把抓起柜台角落的粉色废叶。夫人，您最近是不是皮肤干燥，气色暗沉？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这其实是原主炼药失败的废品，但我给它取了个新名字——水润精华液。事实证明，深渊的魔物也逃不过容貌焦虑。几滴废液涂上脸，伊芙琳看着镜子里水润 Q 弹的脸蛋，眼神变了，不仅没嘎我手指，还大手一挥，甩给我一把银币。我全要了，房租宽限你3天。看着系统到账的奖励，我长舒一口气。这软饭真香，但这只是深渊魔幻日常的开始。刚送走富婆，一个3米高的牛头人轰然倒进诊所，浑身是血，背上足足108道刀口。医生救我！我老婆出轨，我去抓奸，反被他看成这样。好家伙，纯大冤种！上了手术台，我傻眼了。牛皮太厚，普通的缝合针根本扎不透。我默默从工具箱掏出了一把大铁锤和一根粗壮的钢钉。忍着点儿，很快的。在牛头人杀猪般的惨叫声中，我一顿叮当狂砸。因为钱不够，牛头人含泪掰下一根牛角抵了医药费。丁，完美缝合，奖励稀有道具无限缝合针。我瘫在椅子上，擦着满头大汗，看着满地血雾。在伊索大陆，魔法才是第一生产力。原主曾是4阶高级魔法师，放以前，一个水系清洁术加圣光治疗术，这种伤连疤都不会留。可惜他作死，被废了魔法本源，成了废柴。现在我只能靠物理打铁做手术。等诊所赚够了钱，高低得招个会治疗魔法的护士小姐姐。我暗自发誓，正想着，大门被猛地推开，一个魁梧的女牛头人，怀里娇柔地抱着一个马面男模。医生，快救救我的小甜心，他被那杀千刀的老牛划伤了脸。我凑近一看，好家伙，3道指甲印，这要是再晚来1秒，伤口都要自己愈合了。为了这破皮小伤，他把亲夫砍了108刀。我靠脸吃饭的，以后怎么见人啊？我这个月业绩还差300银币呢。小甜心别哭，你要什么我都买，300银币我全包了。我眼睛一亮，商机来了。这位患者，我看你需要1瓶伊芙琳夫人同款的水润精华液除疤。我搬出房东太太带货，1瓶废药直接报出天价。看着这2人千恩万谢的留下巨款离开，我摸着鼓囊囊的钱袋，笑容逐渐变态。一早上连看8个病人，清点铜币足4300多枚。系统面板的主线任务也随之更新。深渊名医影响力达标，即可奖励全新修炼体系。我不仅能赚钱，还能重新修炼魔法。我激动地把匕首插进靴子，在胸口垫上一块厚铁板，最后把保命的魔法符咒贴在袖口。揣着巨款，我推开大门，诊所的药材空了，我得去一趟深渊黑市进货。只是不知道，我这块没有魔法防身的肥肉，会被多少双躲在暗处的眼睛盯上。大姐，把钱交出来。我以为在深渊当医生已经够危险了，没想到出门买个药材才是真正的玩命。这里是深渊，裂谷里的地下之城，抬头只能看见一线天光。街上随时都有人被捅死，尸体倒地，钱袋鲜没，还无人收尸。而我夏洛克，一个被废了魔法的前天才医师，现在的目标很简单：活着、赚钱、给房东交租。为了炼药，我第一次背着一包材料出门。结果刚到黑市材料铺，老弟经隔离，霍布斯就笑眯眯告诉我，你那位前未婚妻伊莎贝拉又要订婚了。伊莎贝拉，卡尔瓦城主之女，我的青梅竹马，也是在我跌进深渊后第一个退婚的人。我本来没什么感觉，可格林又补了一刀。他放话了，想娶她，先打赢她，打不赢，婚事免谈。我当场沉默。这位半精灵大小姐3年前就是4阶骑士，她未来老公大概率得先被他打个半死。买完材料，我立刻跑路，因为在深渊返程才最危险。背着一大包药材，就等于顶着牌子告诉别人我这儿有货，快来抢。结果转角我就撞上了一把剑，持剑的是个蒙面少女，个子不高，声音发抖，剑尖也在抖，一看就是第一次出来打劫。大姐，我人都麻了。大姐，你这手比我还抖，你到底是来抢钱，还是来割我颈动脉的？我试探着问了一句。劫财还是劫色？他脸都红了。把钱交出来。我只好递出包裹，结果他一打开，直接尖叫，里面全是蝙蝠、青蛙干、蛇皮和魔药材料。他当场吓得扑进我怀里，死死抱住我脖子不撒手。我人傻了，
这年头，深渊劫匪业务能力这么差吗？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我随口编了个故事，说我是个穷苦父亲，家里还有个跛脚女儿叫安娜，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她当场信了，不光不抢我，还给我放行。临走前，她甚至对着我脖子丢了个治疗术，伤口瞬间愈合。我这才震惊发现，这个拿剑抢劫的笨蛋少女，居然是个治疗系魔法师。我眼睛都亮了，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助手吗？我现在最缺的就是会治疗魔法的人。以前的我是4阶魔法师，一个清洁术下去，伤口直接干净；一个圣光术落下去，病人当场回血。可现在我魔法本源被废，只能拿锤子给牛头人缝针，纯物理行医，又累又脏，还容易把人送走。所以我天天都在想，要是能捡个会治疗术的助手回来，我的诊所直接起飞。可惜我刚把人骗完，根本不敢开口招揽，只能忍痛送他半块黑面包，含泪离开。回到诊所后，我立刻开炉炼药，止血药剂必须自己做。可原主留下的配方写得跟做黑暗料理一样，我一边改良配方，一边反复试验，炸锅3次，糊锅1次，天花板都喷满了青蛙和蝙蝠碎片。最后，我抓了店里的小白鼠做实验，不，准确来说，是从白猫安娜爪下抢来的。在连续祸害小白鼠无数次后，我终于炼成了第一批合格的止血药剂。我兴奋得像个疯子，因为我知道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在深渊真的有活下去的资本了。可第2天一早，诊所大门突然被砸得轰轰作响。我开门一看，门外站着一个9米高的树人，浑身枯黄，全身布满各种旧伤，正捂着脖子疯狂喘气。系统提示跳出：紧急任务，取出树人埃莫里喉咙里的异物。我抬头一看，那张嘴比我家门还大。下一秒，树人趴了下来，张开巨口，黑漆漆的喉咙像条地狱隧道。围观群众都在看热闹，没人敢上，而我提着油灯，咬牙爬进了他的嘴里。是的，我夏洛克，一个穿越来的黑心兽医，现在正站在一只9米高树人的舌头上，举着灯往他的喉咙深处走。然后黑暗里突然传来一道悠悠的声音：嗨，你好啊！我头皮当场炸了。老板，我想学这个。我以为今天会很顺利，开门看病赚钱，顺便教新助手炼药。结果一大早，9米高的树人埃莫里就差点死在我门口。他不是受伤，而是被活活噎住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卡在他喉咙里的异物居然还会开口说话。医生别走，我是布鲁诺，街角铁匠铺的矮人。我当场头皮发麻，树人喉咙里竟然卡着一个活矮人。原来埃莫里来补牙，铁匠布鲁诺手一滑，整个人滚进了他的嘴里。我只能扛着铁链再次钻进树人嘴里救人。围观的人都在等着看笑话，没人相信我能把他们都救活。结果下一秒，一声闷响传来，布鲁诺像瓶塞一样被硬生生拔了出来。我又往树人的喉咙里灌了止血药和体力药。几秒钟后，树人终于醒了，而且当场付清了1000铜币。系统提示也跟着跳了出来：任务完成，额外奖励名医影响力100点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行医不止赚钱，只要围观够多，我还能顺便刷名望。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可树人却没有立刻离开。他蹲在我面前，低声问我能不能帮他解开身上的诅咒。我这才知道，他5年前杀了一个黑魔法师，却在对方临死前中了诅咒。从那以后，他只要见到阳光，身体就会腐烂，怨灵就会缠身。一个靠阳光活着的树人，却再也不能晒太阳。这诅咒恶毒的离谱，可偏偏系统在这个时候给我弹出了一个隐藏任务：解除树人埃莫里的诅咒，完成后可获得特殊奖励。我心动了，但还是嘴硬一句，说我只能先研究研究。结果树人当着我的面直接激活了诅咒，他的手臂刚碰到阳光，就像被硫酸泼中，黑烟翻涌，血肉腐烂。更诡异的是，黑雾里还浮现出一串会蠕动的符文。我只盯着看了一眼，就头晕恶心，耳边像有恶魔在低语。那一刻我就明白了，高回报的隐藏任务真的会死人。我赶紧关门回屋，把那些符文画了下来，提醒自己下次别乱接任务。可白天的惊险还没结束，那个昨天持剑打劫我的少女居然又找上门来了。她摘下面纱，露出一张乖巧无害的脸，小声问我能不能找一份工作。我差点笑出声。昨天她还拿剑架我脖子上，今天竟然来我诊所求职。更离谱的是，她居然还是个终极治疗系魔法师，会清洁术，会止血术，还会终极治疗术。这不就是我做梦都想捡到的魔法助手吗？她说自己被人追杀，不敢抛头露面，只想找个地方藏身。而我只花了包吃包住加1000铜币，就捡回了一个治疗系魔法师。我给她起了个假名字，叫做艾琳，对外宣称她是猫耳兽人少女。结果她刚进门，
就把整间诊所打扫得像贵族府邸一样干净。更过分的是，我家那只高冷白猫安娜居然当场躺进他怀里翻肚皮。平时他看我像看垃圾，现在却冲着他打呼噜撒娇。下午我正是教他炼药，他第一次捣青蛙干就被飞出来的眼珠吓得挂到我身上。可我没惯着他，因为在深渊没人会养一个只会尖叫的吉祥物。他红着眼继续学，我则当着他的面用小白鼠试药，清洁止血愈合，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3分钟。他盯着药瓶，眼睛亮得吓人，当场对我说：“老板，我想学这个。”我终于确定这姑娘不只是保洁，还能当炼药师和手术助手。我的黑诊所终于像样了一点。可就在当天深夜，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我没有理会，因为原主的日记第1页只写着一句话：不要在夜里给任何人开门。可下一秒，一柄断剑刺进门缝，轻轻一挑就削断了门上的铁栓。大门缓缓打开，一个黑袍男人站在夜色里，像从黑暗中长出来的影子。这他妈不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吗？可这是魔法世界啊！我看着坐在面前的黑袍男人，心脏狂跳。他的心脏被一根粗壮的毒刺贯穿，黑血滴在地上，连石板都被腐蚀得滋滋作响。这种伤势换成普通人早就死透了，可他居然还能面带微笑地跟我聊天。他说他叫约书亚·凯恩，是我父母的故人。当年我父母在受潮中意外身亡前，曾拜托他照顾我。我听完直接冷笑，语气里充满了绿茶味。你现在才出现？我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被废去魔法本源的时候你又在哪儿？他显然被我的平静整不会了，满脸愧疚地向我道歉。为了补偿我，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黑色的长条石头。我接过来一看，大小、重量、手感，甚至连全面屏都一模一样。这他妈不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吗？可这是连蒸汽机都没有的魔法世界啊！还没等我回过神，黑石屏幕突然亮了，一行行文字弹了出来。技师，约书亚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告别了？商人，我操，他不会死了吧？他还欠我2000金币没还呢！追光者，昨天他说去摸魔兽巢穴，是不是出意外了？我看着这个名为红月的聊天群，彻底麻了。这群人居然在魔法世界里用网民玩群聊拯救世界。约书亚告诉我，红月是一个只有9个人的神秘组织，他们的宗旨是破解红月之谜，清除魔化，重启世界。而他自己的代号叫审判者。他日常的工作就是单枪匹马杀进魔兽巢穴，斩杀半神级别的兽后。我听得头皮发麻，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怪物，他居然当日常任务刷。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当场石化。我已经选定你为第9块黑石的继承者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红月的一员。我一个连荒野都不敢去的废柴兽医，你让我去单挑魔兽巢穴，我果断拒绝。可他却拿出一张撕了一半的神秘兽皮，这是我在神秘洞穴里发现的，它能让你重新变强，为你铺开一条新的道路。说完这句话，约书亚咧嘴一笑，高大的身躯突然化作一滩黑血，彻底蒸发。我抓着兽皮和黑石，看着地上的黑袍和断剑，整个人都傻了。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，发布了一个奖励史诗级道具的长线任务。我咬了咬牙，为了史诗级道具，这会儿我接了。可当我低头研究那块能让我变强的神秘兽皮时，却发现不对劲。水浇不湿，刀割不破，连系统都鉴定不出它的等级和功效。我试着用黑石私聊群里的大佬问怎么才能解开兽皮的秘密，大佬回了我一句话：你用火烧过吗？我半信半疑地把兽皮凑进油灯，噗的一声，坚韧的兽皮瞬间爆燃，一团白雾升腾而起，白雾在半空中凝聚成了一张脸，正是刚死不久的约书亚。他脸上挂着欠揍的笑容，对我说：嘿嘿嘿，小子，没想到是我吧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神秘禁乐？加油吧，少年，用勇气创造奇迹！我盯着他渐渐消散的脸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他喵的根本不是什么变强秘籍，这就是个诈骗套路。我悲愤地把黑石裹上旧衣服，直接塞进了书架最底层。异世界套路太深了，这绝对是个中二诈骗群。我只想安安分分当个黑衣赚钱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买早餐，刚回到诊所，就看到新招的助手薇薇安娜揉着眼睛下楼。我把黑面包递给她，同时递过去的还有一顶戴猫耳的假发。吃完把发套戴上，记住你现在的新身份。我盯着她，一字一句地交代：从今天起，你是被拐卖到深渊的兽人少女艾莉。我老婆已经回心转意了，这是她送我的帽子。今天一开门就来了个蜥蜴人佣兵，他叫杰克，左臂骨折，疼了一整夜。
再不治，这条手就彻底废了。对佣兵来说，手废了，命也差不多废了。可他口袋里只有3个铜币，大医院去不起，小诊所又怕是黑店。犹豫半天后，他还是敲开了我的门。开门的是薇薇安娜，现在对外叫艾琳，戴着猫耳假发，已经像模像样。我检查后确认是严重骨折，没有治疗魔法，没有高级药剂，只能开刀。听到切开看看4个字，杰克脸都白了。可不做手术，他这条手大概率保不住。最后他还是咬牙点头，系统任务也跟着弹出。治疗蜥蜴人骨折手臂，奖励200铜币。我一看有钱拿，立刻决定接下。这不只是治病，也是我用兽医经验在异世界做的第1场正经骨折手术。可真正麻烦的是他的鳞甲太硬了，小刀划不开，砍刀砍不动，我连斩骨刀都试了，结果刀飞了，他手没破。好家伙，这蜥蜴人是把防御点满了。杰克当场崩溃，转身就想跑，我只能去拿昨晚那位强者留下的断剑。断剑一出，气氛瞬间变了。前一秒还在放狠话的蜥蜴人，下一秒直接缩到墙角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我本来只是想试试锋利程度，结果手一偏，先削掉了他一小截尾巴。整个手术室瞬间安静了，地上的尾巴还在扭。杰克疼得眼角抽搐，却只敢小声问我：“医生，您测试完了吗？”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手术，切开鳞甲，分离肌肉，找到断骨。真正的问题是我忘了麻醉。杰克疼得直抽泣，求我先把他打晕。薇薇安娜先试了一棒，结果把他敲得更精神了。最后还是我亲自出手，一棒敲中下巴，直接放倒。物理麻醉简单有效，接下来就顺利多了。复位断骨，骨片固定，再逐层缝合。等手术结束，连薇薇安娜都看呆了，因为她终于认出我就是那个被医师协会踩进泥里的天才医生夏洛克·克莱顿。等蜥蜴人醒来，我直接报价，手术费500铜币。可他摸了半天，只摸出3个铜币，剩下的1分没有。我看着他缓缓举起断剑，没钱也行，那就留下1样值钱的东西抵账。3分钟后，蜥蜴人捂着自己刚缝好的尾巴，头也不回地逃出了诊所。而我看着地上那条还在扭动的蜥蜴尾巴，眼里只剩下一个数字，价值500铜币。这场手术，我不但救回了他的手，还顺手赚了尾巴、任务奖励和影响力。只能说，在深渊当医生，手术费收不到也没关系，患者身上总能拆点东西下来。本以为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结果中午刚关门，等等，之前那个被老婆砍了108刀的牛头人又来了。他今天满面春风，头上还戴着一顶翠绿的帽子，一边赎回自己的断脚，一边骄傲宣布：“我老婆已经回心转意了，这是她送我的帽子。”我沉默几秒，只能真诚祝福：“祝你婚姻幸福。”可我还没来得及关门，一辆白色独角兽拉着的华丽马车停在了诊所门口。车门打开，一条修长雪白的长腿先踩了出来，我一眼就认出房东太太伊芙琳夫人来了。我赶紧把房租双手奉上，结果她看都不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不要银币，全部换成水润精华液。”我心里顿时一沉，因为那玩意早就卖光了。可我还没解释完，他已经直接甩出4000铜币，当场预定食品，然后看着我淡淡说道：“我要去塔克街，顺路带你一场。”我只犹豫了3秒就点头答应，毕竟这是房东太太的邀请，也是我第一次坐上这个危险女人的马车。我本来只是去一趟材料铺，结果房东太太伊芙琳夫人直接用独角兽马车送我去了塔克街。坐在她的车里，我背都不敢乱靠，她却慵懒地靠在兽皮座椅上，翘着长腿，笑着打量我。听说你以前常去会所，现在怎么连看我一眼都不敢？我只能一本正经地回答：以前是年少无知，现在我已经悟了。她问我悟了什么，我说想帮助更多人，先得让自己富起来。她听完明显来了兴趣，接着又问起我的手术。我也没藏着，手术能切除病灶，修复损伤，续接断骨。治疗魔法很贵，可手术能让普通人也有机会活下去。说白了，我做的是低成本医疗。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直接点破：难怪那些人要废了你，你这是在掀他们的桌子。马车停在材料铺门口时，整条街都看傻了，因为所有人都看见我这个普通人类是从伊芙琳夫人的专车上下来的。材料铺老板格林·霍布斯更夸张，他看见我下车，直接从躺椅上摔了下去，爬起来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家房东太太不会真爱上你了吧？”我懒得解释，先把前几天收到的抵押物全卖了，包括那条价值500铜币的蜥蜴尾巴。换完钱后，我又狠狠干了一笔材料，因为我忽然想明白了，在深渊最危险的不是去进货，
是揣着钱回家。更巧的是，我刚准备自己返程，伊芙琳夫人的马车又回来了。车夫只说了一句：“小姐让我送你回去。”我眼睛当场亮了，有这种顶级顺风车，不狠狠干买3大包材料都亏。于是我立刻回头继续扫货。路上，车夫还递给我一个箱子，说是伊芙琳夫人送的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条灰色长裙，还有一顶精致的猫耳头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普通头套，这是带附魔的伪装道具。我瞬间明白了，这是送给薇薇安娜，不是送给艾琳的。伊芙琳夫人显然早就看出她不是兽人，可她没有拆穿，反而顺手帮我把这个谎圆得更完整，这让我更警惕了。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。不过眼下最直接的好处也很明显，从今天开始，巴卡街所有人都会默认我夏洛克和房东太太关系不一般，这便是我在深渊活下去的第一步。老板，我可以每天都吃这个吗？从塔克街回来后，薇薇安娜看到新裙子和新头套，眼睛都亮了。换装完成后，她从落难贵族少女直接变成了标准猫耳美少女。她一脸八卦地问我：“老板，您和那位房东姐姐关系一定很好吧？”我直接回了一句：“我们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。”不过我也没空多想，因为比起富婆心思，我现在更在意另一件大事——改善伙食。我已经连吃几天黑面包了，再吃下去，我真要变成面包人。于是这天晚上，我跑去铁匠铺打锅，又找石匠砌灶。1楼放连药灶，2楼做厨房。是的，我在异世界亲手复刻了一个万能土灶。锅和灶搞定后，我立刻买了面粉和野猪肉。没有酵母，就用米酒加糖发面；没有高汤，就把猪皮熬成肉冻，然后肉馅加肉冻一起包进面皮里，上锅开蒸。我要做的是灌汤包。包子出锅的瞬间，整个诊所都香疯了。薇薇安娜踮着脚盯着锅，眼睛发亮，连高冷白猫安娜都自己顺着楼梯跑上来了。薇薇安娜第一口下去，直接被汤汁烫得眼泪汪汪。我只能现场教学，先开口，再喝汤，最后吃皮和馅。等我自己吸到第一口汤时，差点感动哭了。鲜、香、热，这是我穿越以来第一次觉得这日子能过。薇薇安娜更夸张，吃完一个包子后，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她大概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医生居然还这么会做饭。至于安娜，这只白眼猫平时根本不给我摸，结果闻到包子香后，居然主动蹭到我脚边。我一边撸猫一边喂包子，她舔汤的时候呼噜声都出来了。这一顿饭，我们2人一猫都吃得异常满足。而我顺手打开系统面板时，发现财富值已经涨到9548，距离1万只差最后一步，系统商城马上就可以打开了。你这猫耳奴隶卖不卖？我还在算账，开启系统商城还差400多财富值。结果半夜突然有人敲门，我提剑去看，门外趴着个快死的男人，一身软甲，背后中了4箭，硬是一路爬到了我的诊所。我和薇薇安娜把他抬进门，他想用治疗术，我立刻拦住。来路不明的人不能暴露底牌，所以我还是老办法，止血药剂，清洗伤口，手工缝合。这家伙命够硬，居然真被我救回来了。结果他刚缓过气，就开始自报家门。他说自己跟着卡修斯子爵做事，这次来深渊是为了追一个从帝都逃出来的女孩。我和薇薇安娜瞬间明白，他要抓的人就是他。更让我破防的是，他下一句还提到了我。那个夏洛克·克雷顿也活不了几天。我都躲到深渊了，怎么还要被惦记着弄死？可我还是忍住了，因为在诊所里杀他麻烦更大。可这狗东西还不消停，居然盯着薇薇安娜问我：“你这猫耳奴隶卖不卖？”那一瞬间，我真想当场送他上路，但最后我只是在他药里加了点迷魂药。门一关，薇薇安娜脸都白了，我却告诉她：“别怕，他活不过今晚。”因为深渊夜里，一个重伤员乱走和送死没区别。在我的询问下，薇薇安娜把真相全说了。原来她叫薇薇安娜·伯尼斯，父亲曾是兰斯帝国财政大臣。半个月前，全家被公爵克伦威尔清算，他父亲被杀，而他带着一本账册逃进了深渊。账册里记的全是克伦威尔的罪证：贪污、通敌、屠村、骗军费。可问题也来了，证据有了，但谁敢扳倒克伦威尔？我正头疼时，突然想起了那块黑石。那个中2聊天群里的大佬们，这次好像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这个陨落的天才是否还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奇迹？我把薇薇安娜赶去抄账册，
自己抱着黑石开始求助。我直接在群里问，怎么扳倒克伦威尔公爵？群里众人开始调侃，有人说克伦威尔的脑袋值1万金币，而真正让我在意的是追光者。他单独私聊了我，他第一句话就很吓人。你说的朋友，不会就是你自己吧？我还想装，结果他直接点破薇薇安娜、账册、深渊，几乎全猜中了。我背后都凉了，这女人太可怕了。好在她答应帮我查，我立刻发了2个详细案例过去，她只回了一句：几天后给你结果。我顺手又问，大的不好搞，小的能不能先搞？结果她一句话毒死我。红院内部讲究等价交换，我不死心，回了句：那我也给你一个向我提问的机会。然后对面彻底沉默。尴尬完后，我打开系统面板，财富值终于破万。商城开了，结果里面只有一个商品：大力药剂，永久加100公斤力量。我一口喝下去，下一秒浑身爆响，像被重做了一遍。洗完澡后，我已经能轻松提起200斤水缸。那一刻，我想明白了，不会魔法没关系，我可以走骑士路线。于是我立刻私聊隐者：前辈，审判者有给我留武技吗？我想当骑士。而与此同时，帝都观星阁9层高塔之巅，一个白裙金发的女人正凭栏望着星空，她眉心有金色星印，裙摆缀满星光，美得像不属于人间。她忽然开口：暗影，去查查这2件事的真伪，3天内我要结果。角落里的黑影一晃，瞬间消失。她轻声呢喃：奇迹，有趣。我倒想看看，这个陨落的天才是否还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奇迹。如果我死了，请你记得我。深渊天还没亮，卡罗尔已经在发火。昨晚和卡修斯接头的人死了，死状凄惨无比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下了死令：明晚之前，我要看到夏洛克的脑袋。而我这边熬了一整夜，终于把水润精华液的配方试出来了。我刚眯了一会儿，就被薇薇安娜叫醒。门外已经有患者在排队，我喝下一瓶体力药剂开门，结果进来的第一位不是伤员，而是魅蓝会所头牌露丝，红裙细腰媚眼，一开口就想来讨情债的。医生，你好久没来找我了。旁边病人和薇薇安娜的眼神当场就不对了。我正想结束社死现场，露丝却突然倒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满头冷汗，死死捂着右下腹。她说自己跑了3家医馆，所有医生都说她是神器之人，没救了。所以她今天来不是治病，是来和我告别。我一听就知道那群庸医又在甩锅，伸手一按她右下腹，露丝当场疼得闷哼。这不是神器，是急性阑尾炎。薇薇安娜当场听懵，因为帝都医学院根本不教这些。好在系统及时弹出阑尾手术指引，切口位置直接标红，器官全程带备注。于是我决定开刀。露丝喝下止痛药和昏迷药，躺上手术台。昏迷前还红着眼拉着我说：如果我死了，请你记得我。说实话有点顶，但我还是很冷静。根据系统的指引，我终于找到了恶化的阑尾切除、止血、清洗、缝合。最后我只说了4个字：手术成功。而与此同时，深渊几家大医馆正在开早会，他们一边遗憾露丝快死了，钱还没榨干，一边得意讨论怎么榨干神器之人的金币。他们根本想不到，这个被他们同时判死刑的魅魔，此刻正躺在我的诊所里，而我夏洛克已经把他的病根切下来了。以后去我那玩，全都免费哦。丁，阑尾手术完成，奖励铜币加300。曾被4大医馆判了死刑的魅魔露丝，摸着腹部的缝合线，惊喜尖叫：医生，我肚子里真的不疼嘞。助手薇薇安娜大脑一片空白。这种普通人都能学会的手术一旦推广，那些靠魔法垄断利益的医师阶层将彻底完蛋。医生，手术费多少呀？我心虚地报了3000，谁知露丝反手拍出1枚黄金币，价值整整1万。别的医馆光做检查就收我2万，你可是救了我的命呢。临走前，露丝凑到我耳边吐气如兰：医生，以后去我那玩，全都免费哦。我可以破例给你脱衣服跳舞哦。送走财神爷，我点开系统商城，兑换了1瓶大力药剂。
感受着力量又增强了不少，这才准备出门。换上长袍，把断剑用黑布裹好，刚走进迷雾巷子，就被一个3阶独眼狼人和一个狗头兽人拦住去路。我双手颤抖，装出害怕极了的样子。大哥，我刚捡到一根玉石，打算拿去卖的，求你们放了我。说着，我颤巍巍地上破布裹着的长条。狼人眼睛一亮，贪婪地伸手去抓。就在他手指碰到的瞬间，我眼神骤然冰冷，一把攥住剑柄，猛然上挑。没有金石相交的巨响，只有利刃切豆腐般的丝滑。身经百战的铁柱狼牙棒，连同狼人引以为傲的体魄，被一剑斩成2截，鲜血狂喷。狗头兽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逃命。我强忍恶心，摸走狼人的钱袋，竟意外发现里面装着一颗价值2万铜币的火属性魔核。揣着天价战利品，我立刻找到黑市情报贩子格林，花了1000铜币。格林吐出致命情报：派人追杀你的是帝都公爵家的2公子卡修斯，因为你那位退婚的前未婚妻拒绝了他的求婚，他觉得晦气，所以要顺手弄死你出气。权贵杀人竟只需要这么荒唐的理由？格林接着抛出炸裂建议：想活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求你的前未婚妻救你。这可是我看上的男人。哈里曼庄园的粉色别墅里，深渊第一富婆伊芙琳把玩着手中的水晶瓶，她美艳的眼眸闪过杀意。听说卡罗尔今晚要杀夏洛克。黑衣手下低头：是的，已经查到他的落脚点。伊芙琳冷笑一声，声音冷冽：这可是我看上的男人，以后巴卡街最赚钱的摇钱树。你带人过去，今晚谁敢去闹事，就让他横着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阴暗的小巷里，10几个高大的兽人杀手已经摸到了我的诊所门前。领头的双头犬兽人刚举起大斧准备劈门，黑暗中突然破空声大作，密集的特制冷箭从迷雾中射出。伊芙琳派来的精锐护卫毫不留情，瞬间把这群兽人射得人仰马翻。眼看被重重包围，双头犬兽人秒怂，对着诊所大门应和喊话：别动手，我们是来给兄弟治病的，他有大病。当我还在为劫后余生而庆幸时，脑海中却突然响起系统提示：接收急救任务，治疗外伤，奖励300铜币。有钱不赚王八蛋！我果断推开门，微笑着把这群来杀自己的仇家迎进了手术室。面对屁股上中箭的猪头兽人，我用铁链将他五花大绑，根本不给打麻药，手起刀落直接开挖。凄厉的猪叫声响彻诊所，门外的杀手们吓得别过脸去，连看都不敢看。简单粗暴的缝合完毕后，我摘下手套，冷冷开口：把账结了再走。猪头缝合1万，其他人2000，一共3万2000铜币。在门外护卫和善的注视下，杀手们吓得连滚带爬，凑够了巨款，红着眼眶落荒而逃。关上门，看着桌上堆成山的3万多枚铜币，我简直乐开了花。这吃软饭的感觉也太爽了吧！就在这时，助手薇薇安娜突然扑进我怀里，紧紧抱着我，哭得梨花带雨。老板，我还以为你被砍死了。你如果敢动夏洛克，我就杀了你！视线来到卡尔瓦城，绝美天才女骑士伊莎贝拉，得知了卡修斯雇凶，要暗杀远在深渊的我的这位青梅竹马眼中瞬间爆发出极致的杀意。她一袭白色劲装，单骑仗剑，毫不留情地杀向卡修斯的豪华公馆。面对拦路的护卫，银色重剑寒光暴起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公馆厚重的橡木大门被他一剑劈成碎末。院子里，卡修斯正躺在厚实的兽皮上寻欢作乐，伊莎贝拉高踞白马之上，重剑猛然劈碎燃烧的篝火，火星四溅，吓得魅魔们尖叫逃窜，剑尖直指卡修斯的咽喉。你如果敢动夏洛克，我就杀了你！卡修斯刚想狡辩，重剑骤然突击，直接划破他的脸颊，鲜血狂飙。今日朕告谕你，婚约无效。留下这句霸气退婚宣言，伊莎贝拉策马离去，捂着滴血的脸，暴怒的卡修斯暗中放话：3天内必须要我的脑袋。而此时，帝都最高建筑观星阁顶层，一袭白裙的神秘少阁主诺薇拉正把玩着一块漆黑的方石，嘴角微扬。屏幕的另一端正是我。为了彻底拔出卡修斯一家，我与这位帝都手眼通天的少阁主做一笔惊天交易。
我将薇薇安娜父亲拼死留下的足以让帝国权臣万劫不复的致命账本，毫不犹豫地发给了他。作为等价交换，诺维拉只需要在帝都散布一个消息：薇薇安娜已经回京。这招绝妙的祸水东引，绝对能让想斩草除根的卡修斯惊恐万分，连夜滚回帝都。解决完后顾之忧，我在系统兑换了3瓶大力药剂，一口气全灌进肚子。狂暴的药力瞬间席卷全身，几分钟后痛苦退去，随之而来的是狂化般的蜕变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打开诊所大门，几个壮硕的兽人杀手就架着一个兽的皮包骨，濒死的地精堵在了门口。他们强挤出眼泪，拙劣地飙着演技：“医生，快救救我们老大！治不好，我们今天就拆了你这破医馆！”我冷眼看着这群来搞医闹的杀手，心里差点笑出声。诊所门口杀机骤现，几名体型彪悍的兽人杀手见讹诈不成，竟挥舞长刀想当街要了我的命。一名兽人挥舞着长刀向我砍来，我赶忙侧头躲过。没等我挥拳反击，3名黑甲护卫便急冲而至。看到护卫的到来，兽人们瞬间吓作一团。这种小喽啰还轮不到我亲自动手。此时，繁华的塔克街，杜鲁医馆门前，一辆华丽的南瓜马车稳稳停下。曾红极一时的舞娘露丝身着夜地长裙缓步走下，她面色红润，步履轻盈，整个人像在发光。围观的医生护士全看傻了。那是露丝小姐，她不是被宣判死刑了吗？神器之人竟然活过来了！露丝毫不理会周围惊愕的目光，她径直走进医馆，指明要院长亲自接诊。豪华诊断室内，院长菲利和2位副院长面色凝重。10天前，正是他们3人亲手签发的死亡通知单。菲利院长指尖亮起绿色的治疗光芒，打在露丝腕间。诊断室里死一般寂静，所有人屏住呼吸。3分钟后，菲利猛然睁眼，眼中满是不可思议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病竟然全好了！2位副院长轮流上前，手都颤抖得不成样子。真的好了，连一丝病灶都找不到了。菲利院长深吸一口气，竟当众起身，向着露丝深深鞠了一躬，声音颤抖：“对不起，露丝小姐，是我们水平不够，误诊了您。”露丝优雅地端起茶杯，嘴角带着一丝神秘的笑：“菲利院长，不是你们水平不够，是夏洛克医生太强了。”夏洛克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菲利院长的脸色瞬间惨白。那个卡尔瓦医学院曾经最耀眼的天才，那个因为开刀手术被捕入狱的疯子，他竟然就在深渊开诊所。副院长气得老脸通红，疯狂咆哮：“开刀？那是屠夫干的活，他一定和魔鬼交易了。”露丝抚摸着腹部的疤痕，眼神坚定：“哪怕他是魔鬼，也是从死神手里抢人的魔鬼。”这一天，夏洛克的名字如风暴般席卷整个深渊医学界。绝美舞娘露丝撩起衣角，露出小腹，1到10多厘米的伤疤赫然映入眼帘。深渊最高傲的顶级院长菲利看到那伤疤的瞬间，内心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切开肚子，截断坏死肠子，再完美缝合，这简直是个不要命的疯子。可菲利清楚，这疯子创造了医学奇迹。为了结交这位深藏不露的神医，菲利挥动魔法棒，用高级魔法为露丝除疤，不仅免了所有费用，还直接倒贴了8万铜币的误诊赔偿金。露丝揣着巨款走出医馆时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而此时，震惊深渊医学界的我，正提着菜篮子在市场买肉。因为绝美富婆伊芙琳夫人派精锐保护我，现在整个深渊都以为我成了吃软饭的赘婿。卖肉的屠夫不仅疯狂给我打折，还一脸懂事的硬塞给我一根巨大的路边。夏洛克医生，这是10全大补的好东西，您这身板伺候夫人可得多补补啊！我提着路边，心里1万头神兽狂奔，但白嫖的东西不要白不要。回家路上，我去了格林的杂货铺，花了5万巨款买了个3阶防御阵法，将土黄色水晶球埋在诊所地下激活，一层看不见的绝对防御笼罩全屋。激活阵法后，我瞬间感觉安全多了。晚上，我把那根大补路鞭给红烧了，骗呆萌小助理薇薇安娜说这是鹿角，结果这丫头大口吃肉，连干3碗饭，不到半小时，药效猛烈发作，她小脸通红，浑身发烫，站都站不稳了。她一头栽进我怀里，死死搂着我的脖子。老板，我好热。温热的呼吸扑在颈间，我差点气血逆流。清醒一点，
她还是个孩子。我赶紧把这惹火的小丫头抱回房间。吃了路边的我也浑身燥热，连冲了3个冷水澡才勉强压下邪火。我披着衣服下楼，准备连夜熬药泻火。可刚走到1楼，我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老板，你是不是给我下了药？下楼时，柜台上竟然凭空出现2卷卷轴，打开瞬间，我被吸入一个神秘空间。对面站着的竟然是死了的审判者。3天内杀了我，你就能离开。话音刚落，我甚至没看清他拔剑，自己的脑袋就飞上了半空。痛，被斩首的痛感太真实了。在这个无限复活的地狱里，我被单方面屠杀了无数次，才成功学会了拔剑斩和回旋斩。等我拿着卷轴回到现实，发现时间竟然根本没怎么动。深夜，门外传来一阵闷响，2名黑衣杀手对着防护罩一脸懵逼，见无法潜入，他们转身遁入迷雾。我握紧着手中的裁决剑，忍住杀心，稳住，我现在还只是个骑士学徒。点开系统面板，喝下一瓶大力药剂。我趁着夜色通宵疯狂练剑，直到天蒙蒙亮，我才停下动作。老板，你怎么这么早？小助理薇薇安娜揉着脑袋走下楼，她突然捂住嘴，后退半步，死盯着我。昨晚我一醒来就在床上，什么都记不起来，只感觉很舒服。难道你在菜里下药了吗？我满头黑线，拜托，我对萝莉不感兴趣好吗？你昨晚吃完饭睡着了，我抱你上去的。我一脸正经地看着她。对了，你昨晚没洗漱就睡了。薇薇安娜闻言，瞬间羞得满脸通红，赶忙转身迈着小短腿噔噔噔跑上楼。我闻了闻自己流了一宿汗的衣服，一股酸臭味扑面而来。为了不被撞破，我悄悄溜到后院，用冰凉的井水冲洗满是肌肉的身体。头顶突然传来一声娇俏的轻笑，我猛地抬头，隔壁2楼的窗台上，一个穿着白裙的清纯少女正红着脸，饶有兴致地偷看我洗澡。昨晚偷看我洗澡的女孩还挺俊俏，可隔壁明明是家卖不正经书的书店，老板还是个干瘦的秃头大叔。那白裙少女到底是谁？没等我细想，门外传来微弱求救声。一个瘦脱相的兽人趴在门口，他叫伊凡，重度魔药成瘾。为了不让女儿被逼着迈进火坑，他求我帮他戒了魔药，哪怕是死也要戒掉。魔药成瘾在深渊根本无药可救。但我突然想起原神日记里的一段记录，原神曾用绿毛老鼠、3眼蟑螂等材料，瞎配了一锅魔药厌恶剂，骗了一个想戒药的胖老板。结果胖老板喝完3天人就没了。死马当活马医，我把这事告诉一凡，他眼底燃起火焰。我敢试。我强忍反胃，熬了一锅浓黑恶臭的药。一凡仰头灌下，瞬间吐到虚脱半昏迷。眼看他快要不行了，我赶紧掏出体力药剂给他灌下，又让薇薇安娜偷偷放恢复魔法。双管齐下，一凡竟然真的缓过来了。他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红晕。骨头里那种万一啃咬的感觉没了。他激动地跪在地上，热泪盈眶。这瞎配的黑暗料理竟然真有奇效。一旁的薇薇安娜震惊地捂住嘴，看我的眼神瞬间变成了极致的崇拜。老板隐忍3年，被废除魔法本源，竟然是为了研发解救苍生的神药。您太伟大了，以前是我错怪您了。我满头黑线，这丫头脑补的也太离谱了。我能说这玩意儿真的只是瞎配的吗？虽然药效还有待观察，但这可是动摇黑帮贾德森家族根基的杀器，不仅能报我被追杀的仇，要是卖给那些想戒药的富商，利润简直比卖魔药还夸张。送走感恩戴德的伊凡，我出门正巧碰见书店的秃头老板，他神神秘秘递给我一个黑布包裹。医生，限量版漫画还有彩蛋哦。为了不崩原身的人设，我只能含泪买下。接过书，我状似随意的试探。对了，你屋里还住着个女人。秃头大叔肉眼可见的慌乱了一下，他立刻摆手，强装镇定。我屋里连只母蟑螂都没有，哪来的女人？刚回诊所，我差点被眼前的一幕惊掉下巴。呆萌小助理薇薇安娜正一边啃面包，一边津津有味地翻看那本不正经漫画。我满头黑线，没看到封面上写着少儿不宜吗？她却挺起胸脯。我已经成年了。我凑近一看，表情瞬间凝固了。这画风细致入微的漫画里，流连于花街柳巷、夜夜笙歌的男主，竟然长着一张跟我有7、8分相似的脸。胡说，他哪有我这搓衣板一样的腹肌？
我坚决不承认，这绝对是诽谤。到底是谁躲在暗处画我的同人本子？薇薇安娜看完剧情，瞬间羞得满脸通红，连饭都不吃了，落荒而逃，把社司小助理留在店里。我出门去铁匠铺拿定制的手术刀，刚付完钱，一个小矮人突然跪在我面前：“医生，求您救救我的父亲吧！”铁匠大叔叹了口气，拦住他：“阿布，你父亲魔药成瘾，医生也救不了。”原来这孩子的父亲也是个铁匠，染上魔药后，为了强行戒断，这个狠人竟然用金铁链把自己锁在床上，硬生生扛了1个月。戒得越久，发作时越像在骨头上烤火。我听得心头一震，这个世界的魔药根本就是催命符。我赶回诊所，带上稀释过的魔药厌恶剂，跟着他们走进被黑帮控制的托瓦街。一踏入这里，宛如踏入末世。街道角落里全是瘦骨嶙峋的成瘾者，他们双眼空洞，像丧尸一样游荡。还有人为了争抢一瓶魔药大打出手。看着这人间地狱般的景象，我第一次觉得这瞎配的药剂必须得成。走到巷子深处，拉开生锈的大铁门，一股潮湿腐臭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屋子里黑漆漆的，像是一座阴森的墓穴。微弱的油灯刚刚亮起，黑暗中突然传来铁链剧烈碰撞的声响，一道如同野兽般嘶哑的声音在里屋炸响：“谁？死裁缝，开门，交出你女儿！这2瓶药就是你的！”看着床上受托像的铁匠克里，我拿出了稀释过的魔药厌恶剂。他仰头灌下，瞬间狂吐不止，连黄水都快吐干了。就在布鲁诺以为药效要人命时，克里突然瞪大了双眼，噌地坐了起来。消失了，蚂蚁啃食骨头的痛感全消失了。饱受折磨1个月，他激动得老泪纵横，挣扎着就要给我下跪。我深藏功与名，交代他严格保密，最后只收了300铜币的基础诊费。回到诊所，我差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。我的猫安娜正悠闲地舔着爪子，她面前整整齐齐躺着9只小白鼠，全都是活的，4脚朝天，瑟瑟发抖。这血脉压制简直比魔法还管用。有了试药的小白鼠，现在就差魔药了。但我绝不可能花几千铜币去买毒药。夜深人静，我换上夜行紧身衣，披上隐匿气息的神秘黑袍，戴上面罩，带着那把天外陨石打造的漆黑断剑，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被黑帮控制的托瓦街。锁定目标，一个落单的兽人正得意洋洋地卖着魔药。我贴着阴影，如同鬼魅般滑到他身后，黑光一闪，漆黑的断剑瞬间割开了他的喉咙，顺势在心口补了一剑。我迅速搜刮走他所有的魔药和钱袋，这一波净赚15000铜币，简直血赚。刚准备撤退，下方巷子却传来异响，2个狗头兽人正举着铁棒，疯狂打砸一间裁缝铺的大门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早上刚被我救下的伊凡家。眼前浮现系统的提示：一头2级的哈士猪，一头1级的柯基。死裁缝，开门，交出你女儿！这2瓶药就是你的！门内传来伊凡绝望而愤怒的怒吼：“告诉西巴，我就是死也不会交出女儿！”哈士猪面露狞笑，一挥手，柯基抡起沉重的铁棒，狠狠砸向木门。木门瞬间被砸出一个大缺口，屋里传来了小女孩惊恐的尖叫声。哈士猪狗头兽人疯狂啃咬着木板，门洞转眼变大，他满脸狞笑地钻了进来。裁缝伊凡绝望地怒吼着：“禽兽，你们不得好死！”为了不让女儿落入黑帮手里沦为玩物，他流着泪举起锋利的剪刀向女儿刺下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把漆黑的断剑先一步从兽人的心口生生穿出。我如鬼魅般现身，拔剑顺势挥斩，短短2秒，2头狗头兽人瞬间毙命。看着屋里惊魂未定的妇女，我压低嗓音：“不想死的话，立刻离开这里。”扬手扔下几枚银币，我转身消失在迷雾中。就在我翻越墙头时，系统提示音骤然响起：“丁，触发隐藏支线，覆灭贾德森家族，灭一族可救10000人，奖励稀有道具。”我冷笑一声，这个任务我接了。回到诊所，我开始用搜刮来的魔药做活体实验，仅仅只喂了1滴，那群小白鼠便陷入了极度亢奋，有的疯狂撞墙，有的甚至原地做起了俯卧撑。这毒药简直邪门到了极点。我连夜调整魔药厌恶剂的配方，试图消除副作用。深夜，
我掏出联络黑石，询问着魔药厌恶剂的可行性。富婆大佬诺薇拉发来断言：这世上绝对没有解除魔药的药剂。我轻敲屏幕，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。如果我说我手里不仅有药，而且连配方都是我自己研发的呢？对面明显陷入了死一般的震撼与寂静。在这个连巨龙都饱受魔药折磨的世界，我的这份配方一旦现实，绝对能换取难以想象的破天财富。诺维拉甚至建议我立刻找商人合作。正当我准备继续回复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刺耳异响。我布置在诊所外围的魔法防护罩被硬生生撕裂了。太太，你也不想别人知道你看小黄曼的事情吧？深夜，4阶狼人金刚狼轻易撕碎了魔法罩，闯入了我家。听说你曾经是个高级魔法师，3根如弯刀般的利爪已经锁定了我的脖颈。我手握断剑，撞出被吓破胆的模样，崩溃哀求：“别杀我，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！”金刚狼轻蔑狂笑，张开血盆大口向我扑来。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的瞬间，我脸上的惊惶瞬间消失。我猛地扬起左手，不退反进，一张散发着红光的4阶魔法符咒被我精准无误地塞进了他的喉咙深处。4阶火球术在狼人的口腔内轰然爆炸，金刚狼的脑袋被炸得粉碎，当场毙命。而我凭借极限1换1的狠劲，靠着助手维维安娜的秘密治愈魔法，勉强保住了一条命。等巡逻的护卫赶到时，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金刚狼竟然被你一个人杀死了！为了防备后续无休止的暗杀，我跟着护卫撤进了哈里曼庄园避难。别墅大厅内，伊芙琳一双长腿交叠，笑盈盈地打量着我。我听说最近有本很火的小黄漫，男主角长得很像你呢。看着伊芙琳眼底的笑意，我暗暗腹诽。太太，你也不想别人知道你看小黄漫的事情吧？你杀了贾德森家族的走狗，他们绝不会放过你的。伊芙琳换了个诱人的姿势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毫不客气地坐进柔软的沙发，靠近他，压低声音抛出了一颗惊天炸雷：我想把贾德森家族全灭了。伊芙琳先是一愣，随后笑得花枝乱颤，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你一个被废了魔法的医生，要覆灭贾德森家族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